睡前读懂一本书，先别急着划走。今晚这几分钟，我可能会说几句很刺耳的话，可你只要听进去一句，往后都能少吃很多暗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成年人的世界特别拧巴？你守规矩，别人说你不会变通；你讲真诚，别人觉得你好拿捏。你把分内的事儿做漂亮了，功劳未必落到你头上；你把心里的话说直了，锅反而先扣到你身上。最让人难受的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明明没偷懒、没害人、没走歪门邪道，最后还是输给了那些比你更懂局势、更会拿捏人性的人。很多老实人这一生不是败在能力上，是败在把人当人，把话当话，把承诺当承诺。听着很扎心，是不是？可这就是现实。成年人的痛不是没路走，而是总把最难走的那条路当成唯一体面的路。今天我们聊一本很多人听过名字，却未必真正看懂的书《荣枯剑》。这本书最狠的地方，不是他教你耍心机，也不是他鼓励你做坏人。他真正厉害的地方，是他把一个混乱世界的底层规则冷冰冰地摆在你面前。他不哄你，不骗你，不给你打鸡血。他告诉你，人在世上混，不怕你善良，就怕你只有善良。人活一辈子，不怕你讲原则，就怕你只会讲原则。你可以干净，但不能天真；你可以有底线，但不能不懂边界；你可以心软，但不能没有牙。写这本书的人叫冯道，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一直很有争议。有人骂他，说他没有骨气；有人看他，说他懂得在风暴里保全自己。可不管你站哪边，你都没法否认一件事儿：一个能在乱世里活得久、站得稳，还能持续在牌桌上的人，一定看透了大多数人看不透的东西。他不是圣人，他也不是单纯的好人或者坏人，他更像一个在刀光剑影里摸爬滚打过的老江湖。他知道什么叫时势，他知道什么叫人心，他知道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你死活的不是对错，是位置；不是情绪，是筹码；不是你想怎样，而是别人凭什么让你怎样。所以《荣枯剑》这本书读懂了，会让老实人后背发凉，因为它会逼你承认许多你不愿意接受的真相，恰恰才是现实运行的方式。我今天不跟你背书，不跟你掉书袋，也不跟你讲那些太虚的空话，我只把里面最适合普通人听懂，最适合你拿去职场和生活里保命的几层意思，揉开了讲给你听。如果你能听懂其中几条，你以后看人会更准，做事会更稳，吃亏也会少很多。第一层，别把对错举得太高，很多时候利害才决定结果。你小时候一定听过一句话：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可你到了成年才会发现，这句话只适合写在黑板上，不适合放进局里。局里不只看对错，局里看的是谁说的，什么时候说的，说了以后谁难堪，谁受益，谁记仇。你在会上指出领导的方案有问题，从逻辑上看你没错，从专业上看你也没错，可从权力关系上看，你让他难堪了。从结果上看，你给自己埋雷了。很多人不是死在错误上，是死在正确表达的太锋利。真正成熟的人都知道一句话：刀再快也别总往台面上亮。你可以是对的，但你不能让自己因为对而失去继续做事的资格。成年人最幼稚的地方，就是总想当场证明自己清白、正确、专业、有理。可你要知道，有理不等于有路。有时你赢了道理，输了位置，赢了嘴，输了局。金句记住，能让你活下来的正确，才是有价值的正确，不能兑现结果的正直。很多时候只是情绪化的自我感动，那怎么办？不是让你闭嘴装孙子，是让你先学会看局。下次你想争的时候，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这件事儿值不值得我付出得罪人的成本？第二，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影响我接下来的机会？第三，我有没有更柔一点、更稳一点、更不伤元气的表达方式？比如你别说你这个方案有问题，你可以换成
我有一个补充思路，也许可以把风险再压低一点。你看，意思没变，刀口包了层布，对方能接得住，事情也还能往下走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让自己先留在牌桌上的基本功。很多人总以为圆通就是圆滑，其实不是。圆通不是没有立场，圆通是有立场，但不拿自己的脑袋去撞南墙。第二层，别把大家都喜欢我当成你有前途。真正有用的是让关键的人信得过你。很多人活到30多岁，还是把学校那套带进公司，以为只要自己人缘好，大家喜欢，和同事关系融洽，未来就不会太差。可现实是，能决定你命运的人，从来不是陪你吃午饭的人，而是能给你资源、给你机会、给你位置的人。听着残酷，是不是？可这就是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。一个人在单位里最危险的错觉，就是把受欢迎误当成有价值。你天天和同事打成一片，帮这个做表，帮那个救火，谁有情绪你都接着，大家都说你人好。可轮到提拔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是你？因为你让很多人舒服了，却没让真正能拍板的人放心。组织里最稀缺的不是老好人，是能稳定交付的人。不是谁都夸你，是关键时刻谁敢把事儿交给你。金句记住，人缘决定你在一群人里舒不舒服，信任决定你能不能往上走。向上管理不是拍马屁，向上管理的核心只有4个字：让他放心。让他放心，你不会临时掉链子；让他放心，你理解他的目标，不会给他公开拆台；让他放心，你遇到问题不是只会汇报麻烦，而是会带着方案来；让他放心，你不是情绪型选手，而是结果型选手。一个下属最贵的品质，不是勤快，是稳；不是会喊口号，是有回音。你以后汇报工作，不要再只说我已经做了什么，那是流水账。你要学会这么说：现在进度到哪儿？风险点在哪儿？我准备怎么处理？需要您支持哪个节点？你这4句话一出来，你在对方眼里就不是工具人了，你是能帮他分担压力的人。再记一个金句：领导不缺会干活的人，领导最缺能让他睡得着觉的人。第3层，人在低谷时最忌讳的不是慢，而是乱。你被边缘化过吗？你被冷落过吗？你有过那种明明每天都很累，却感觉自己像被世界关进一个透明盒子里的时候吗？很多人在低谷里最大的错误就是急着解释，急着证明，急着翻盘，急着让所有人看到自己没问题。可你越急越容易做错事。低谷期最值钱的能力不是爆发，是收。你得收情绪，收锋芒，收无效社交，收那些只会加重你焦虑的念头。你要明白，人在势头不对的时候最怕胡乱发力。你一边委屈一边四处诉苦，别人未必真心帮你，反而先看够了你的狼狈。你一边焦虑一边疯狂解释，最后让原本不是大事的事儿变成了人人皆知的尴尬。你一边想翻身一边什么都抓，结果样样碰壁。低谷期真正该做的只有3件事：第一，闭嘴，少解释，少诉苦，少把委屈当真相到处发；第二，蓄力，把能补的能力补上，把该整理的作品整理好，把你的简历、案例、资源、人脉都重新捋一遍；第三，观察，别急着冲出去，先看局势怎么变，看谁在上升，看哪里有缺口，看机会会从哪个方向裂开。你要记住，低谷不是让你证明我很惨的地方，低谷是让你把刀磨快的地方。金句记住，人在低处最贵的不是情绪，而是耐心；不是立刻翻身，而是别把自己折断。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拿一张纸，左边写你控制不了的，右边写你今天就能做的。左边可能是别人怎么看我，公司会不会裁我，某个人会不会继续针对我；右边可能是我今晚改完简历，我这周补完一个技能，我明天联系3个行业里的老同事，把你的精力全挪到右边。一个人走出低谷，不是靠突然开窍，是靠每天把可控的事儿做扎实。第4层，
看一个人，不要听他平时说了什么，要看他在利益面前怎么选。人和人之间最难看透的，从来不是脾气，是立场。很多人表面很热情，嘴上特别会来事儿，你一有情绪他就安慰你，你一有难处他就陪你骂几句天。可一旦涉及到功劳、钱、位置、资源，他的真面目立刻就出来了。所以识人最稳的方式，不是看他风平浪静时对你多好，而是看他利益冲突时还能不能守住底线。真正的交情从来不是酒桌上喊出来的，真正的人品也不是朋友圈晒出来的。关系这件事儿最能照妖的有3件事儿：借钱看心，分钱看品，翻脸时看他有没有底线。一个人在你困难时肯出手，还不急着催你，还不借机压你，这种情分值钱。一个人在项目做成后，愿意把功劳和收益合理分出去，这种人能跟一个人在和你利益冲突时，哪怕不站你这边，也不背后捅刀，不往你身上泼脏水，这种人才算靠得住。很多老实人吃亏，就吃亏在太迷信感情，他以为熟就可以不讲规则，以为关系好就不用写清边界，以为大家都是朋友，很多事靠默契就够了。最后一旦出利益问题，最先碎掉的就是感情。所以成年人一定要学会一件事，越在乎一段关系，越要提前把规则说清楚，别怕伤感情。模糊边界才最伤感情。金句记住，关系稳定不是因为彼此多懂事，而是因为彼此知道什么能碰，什么不能碰。不要轻易和熟人合伙，不要在没讲清利益前，先掏出全部信任。真正稳的关系，一半靠情分，一半靠规矩。第5层，小心那些总拿理想、格局、奉献来压你的人，他们很多时候不是在成就你，是在消耗你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道德这2个字常常不是用来照亮人的，而是用来勒人的。很多人特别会这一套，他不直接跟你谈利益，他先谈梦想，谈责任，谈团队，谈公司困难，谈未来前景，谈你还年轻，要多学东西。你一旦听进去了，开始感动，开始愧疚，开始觉得自己不加班，不多承担就是不够懂事，那你已经进套了。真正尊重你的人，不会只跟你谈付出，不谈回报，不会只跟你谈成长，不谈资源，不会只跟你谈长期，不谈当下。一个领导如果总让你无条件奉献，却回避所有具体兑现，那本质上就是在用漂亮话白嫖你的时间。很多年轻人最开始特别容易被这一套拿捏，因为他们怕被说不够拼，不够有格局，不够懂事。可你要知道，格局不是用来让别人省成本的，责任感也不是让别人把本该付的钱变成你该扛的命。你要学会把一切虚词都变成实词。别人跟你说这个项目对你成长很大，你就问，成长体现在哪儿？由谁评估？周期多久？完成之后和晋升、奖金、职责、边界怎么挂钩？别人跟你说公司现在困难，大家一起扛，你就问，困难预计持续多久？我的额外投入会不会有阶段性补偿？优先级如何调整？你不是在顶嘴，你是在把原本可能落空的承诺钉到地上。金句记住，凡是只谈情怀不谈兑现的期待都要打折听，凡是只谈奉献不谈边界的要求都要小心接。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自己的人生拿去给别人的口号做燃料。第6层，真正通透的人不是出事后会补救，而是出事前就闻到了味道。很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能力差，而是因为迟钝。危险来了，他还当没来；局势变了，他还在自我安慰；关系冷了，他还觉得只是最近忙；项目被抽走了，他还以为是临时调整。可现实从来不会突然给你一刀，他先给你的是信号，只是你不愿意看。比如公司突然开始严抓考勤、流程、报销，原来一句话能批的事儿，现在层层签字；原来没那么多会，现在会议密得像下雨；原来随手能做的决定，现在拖来拖去。别小看这些，
这往往是组织进入紧张状态的前奏。再往后，如果你看到招聘冻结、预算收紧、团队合并、奖金延迟、业务收缩、核心人员频繁出走，这就不是前奏了，这已经是水位在下降。到了最后，你发现你的关键工作慢慢被拆给别人，你被安排做一些不重要的边缘活，领导开始跟你聊发展方向、聊转型、聊学习，这时候别再骗自己。很多人就是到了这个阶段，还在那儿想应该不会轮到我，结果等通知下来，整个人就懵了。记住一句特别难听但特别有用的话：刀落下来之前，磨刀声早就响过很多次了。金句记住，真正的危机不是突然爆发的那一刻，而是你明明已经看见苗头，却还是不肯为自己做准备。你要学会对环境敏感，不是让你疑神疑鬼，是让你永远给自己留退路。你不用天天想着最坏结果，但你必须随时具备应对最坏结果的能力。简历随时能发，作品随时能看，圈子随时能用，钱要尽量多留一点现金流，能力要尽量往可迁移的方向长。别把所有安全感都压在一个组织、一个关系、一个领导身上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不是多相信稳定，而是永远知道稳定会变。第7层，被人误解、诋毁、造谣时最糟糕的反应不是愤怒，是急着自证。你应该也经历过，有人背后说你，有人给你扣帽子，有人暗示你靠关系，有人说你能力不行，有人把一句你没说过的话添油加醋传成另一个样子。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一定是急，想马上解释清楚，想把来龙去脉全说一遍，想让所有人知道自己冤。可你要知道，谣言最擅长的就是把你拖进泥里，因为传谣的人成本极低，解释的人成本极高，吃瓜的人又最不在乎真相，他们只在乎热闹和情绪。你越解释，他们越兴奋；你越愤怒，他们越觉得肯定有点什么。所以应对流言，第一步不是反击，是降温。别见招就接，别谁问都答，别每一个角落都去解释。你要先判断这件事到底影响谁，影响不了关键的人，就先别浪费力气。第二步不是情绪上头，是用结果说话。别人说你不行，那你就把最硬的结果摆出来。别人说你是运气好，那你就持续稳定交付，让运气变成他们无法否认的规律。第三步，如果这件事已经影响到能决定你位置的人，你就一次性平静地带着证据链去说清楚。注意，是一次性，不是每天跑去诉苦，不是满世界喊冤，你只跟关键的人对齐事实。别带控诉，别带委屈，别带戏剧化。你越稳，你越像真的。金句记住，不是所有脏水都值得洗，很多泥点子晾干了自己会掉。你最该保护的不是所有人对你的观感，而是少数关键人对你的判断。一个人气场强，不是因为他从不被误解，而是因为他不让误解决定自己。第8层，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藏，不显山，不漏水，不把底牌挂在脸上。很多人年轻时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本事，而是太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本事。开个会，别人刚说2句，他就急着纠正，做出点成绩，恨不得每个群都让人看见。稍微有点资源就往外抖，动了跳槽的念头，恨不得先跟半个办公室打预防针。你看起来很真诚，很坦率，很有存在感，可在复杂环境里，这些行为会让你越来越被动，因为别人会根据你暴露出来的欲望、情绪、需求反过来拿捏你。你越想得到一个项目，别人越知道怎么钓你；你越在意一个评价，别人越知道戳你哪里最疼；你越把自己的筹码提前摊开，别人越知道从哪里压你。真正有城府的人，不是天天算计别人，是真正懂得把自己藏好。藏什么？藏情绪，藏底牌，藏过度的野心，藏那些还没成熟的计划。不是不做，是不喊；不是没有，是不露。金句记住：水深不语，局重不言。真正的锋芒从来不是逢人就亮，
而是在关键时刻出手有分量。你可以练一个特别简单的习惯，开口之前停3秒，别人刺激你，停3秒，别人捧你，停3秒。你想炫耀，停3秒；你想反驳，停3秒。很多时候，毁掉你的不是别人说了什么，而是你在那1秒没忍住，把自己全说出来了。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，不要让所有人都一眼看穿你，不是让你变虚伪，是让你保持主动权。别人猜不透你，你就不容易被随意摆布。第9层，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，真正输掉的不是能力，也不是运气，而是对体面这2个字太执着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老实人其实特别爱面子，被误解了一定要解释，被冒犯了一定要立刻怼回去，被占便宜了又不好意思谈钱，明明心里难受的不行，还要维持表面和平，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外面体面里面崩溃的人。成年人最没用的消费就是拿真实利益去买表面体面。你不敢谈边界，因为怕伤和气；你不敢谈报酬，因为怕显得俗；你不敢拒绝，因为怕别人说你小气；你不敢翻脸，因为怕场面难看。可现实是，你越不敢碰这些，别人越敢踩你。真体面从来不是不冲突，真体面是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软，什么时候该硬，知道怎么把最重要的东西守住，知道如何在不失态的情况下把边界立起来。金句记住，成年人最大的成熟不是越来越会忍，而是终于知道什么不能再忍。你得学会说不，学会不接不该接的锅，学会不背不该背的情，学会不为别人没成本的要求掏空自己有成本的人生。第10层，看清这些不是为了把自己变坏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在复杂世界里还能保住那一点珍贵的好。说到底，荣枯剑最容易被人误会的地方，就是很多人以为他是在教你做一个圆滑世故、只讲利益的人。不是，他真正想告诉你的是，你先得看清楚这个世界怎么运转，才能决定自己怎么站。你要是连规则都看不明白就谈善良，那不叫善良，那叫送人头。你要是连人性都看不透，就一头热的付出，那不叫真诚，那叫给别人提供利用你的机会。真正值得尊敬的人，不是没受过伤，没见过黑暗，是真见过、懂得，甚至吃过亏以后，还愿意保住内心那点不轻易作恶的东西。只是这一次，他不再赤手空拳，他开始有盔甲了，他开始懂边界了，他开始知道有些人不值得解释，有些关系不值得透支，有些局不值得硬闯，有些口号不值得献祭自己。金句记住，知人性不是为了成为狼，知规则是为了不再做羊。一个人最大的本事，不是把自己活成谁都夸的好人，而是把自己活成一个有判断力的人。看见甜言蜜语，知道背后可能是交换；看见突然的热情，知道里面可能有需求；看见高举道德，知道里面可能有控制；看见表面的和平，知道底下可能已经暗流涌动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慢慢就会发现，最顶级的生存智慧，不是争赢每一场辩论，不是感动每一个人，不是取悦每一段关系，而是把自己的时间、精力、情绪、善意都投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。别再对所有人都毫无保留了，别再什么都亲自证明了，别再把所有委屈都往肚子里咽，也别再把所有真心都随手发出去。你的精力很贵，你的时间很贵，你的注意力很贵，你的人生不应该被廉价消耗。你要做的不是学会做坏人，你要做的是学会在烂规则里保护自己，在烂关系里保全自己，在烂局势里不把自己活烂。年轻时我们都想做石头，坚硬、锋利，不服输。后来才发现，真正能走远的不是石头，是水。石头一碰就碎，水却能绕，能等，能忍，能穿透。水不逞强，却最有力量；水不争一时，却能去到最远。愿你以后也是这样，心里有尺，手里有路，嘴上有分寸，眼里有温度，
该出手时出手，该沉默时沉默，该转身时转身，该拒绝时拒绝。你不必变得油腻，也不用练成老狐狸，你只需要比以前更清醒一点，更稳一点，更会保护自己一点。这样你才有资格把真正的善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。好了，今晚这本书就聊到这里。最后我把话抛给你，你回头看自己这些年的经历，哪一种亏你吃得最疼？是太讲道理，是太心软，是太相信关系，还是太晚看见风向已经变了？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最会拿道德绑架别人，嘴上满是理想，手上全是算盘的人？把你的经历留在评论区，让后来的人少走一点弯路，也让更多还在内耗的人知道，很多亏不是你笨，是你太晚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玩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点用，记得点个赞，收起来转给那个总把自己耗光的朋友，也别忘了订阅频道。以后我们继续聊那些成年人迟早要看懂的人情真相。